蓝人只是在已故的姥姥家里打了个盹，怎料竟时光倒流回到70年前。这一年，他的姥姥和姥爷还都健在，3个未曾谋面的舅舅也还没有去世，而他的妈妈还只是一个5岁的小丫头。此刻的林川有些欣喜，几天前姥姥一家发现了昏睡在家门口的他，等他醒来后就变得精神失常，又哭又笑地抱着5岁的周秀兰喊妈。哎，也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，这是失去亲人，脑子受刺激了。这冰天雪地的，暂时先收留他吧，等天暖了再想办法给他找个安顿的地方。林川好几次想开口认亲，可话到嘴边硬生生憋回去了。算了，从未来穿越回来这种事，只会让他们把自己当神经病。我不如将错就错，就当自己是个脑子受刺激的可怜人，正好也能想想办法解决姥姥一家人面临的温饱问题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年仅5岁的母亲周秀兰笑着走进来。秀兰，你来找我呀？叔吃饭啦。林川牵着周秀兰的手朝着正屋走去，看到她手上的冻疮，林川忍不住心疼起来。进屋后，林川看到姥姥全家都已经在炕桌上等着他们。快上炕，大兄弟。好嘞，来顺哥。林川一把抱起周秀兰，把她放在炕上，这才坐在炕边。娘，你说老妹怎么跟叔那么亲呢？以前也没见她这样。这都是缘分呢，快趁热吃大兄弟。好嘞，嫂子，这些天我已经习惯这么称呼年轻的姥姥了，甚至还觉得很有趣。林川端起桌上的粗陶碗，碗底沉着几粒没磨碎的苞米碴，桌上是没有油水的大白菜。难以下咽的林川却发现周家4兄妹吃得津津有味，三舅周铁蛋连掉在炕缝里的渣子都抠出来吃了。林川看着姥姥一家人骨瘦如柴的样子，尤其是5岁吃不饱饭的周秀兰那可怜巴巴的眼神，以及三舅铁蛋偷偷舔着2舅铁栓碗底的周印子，这让林川的心里百般煎熬。来顺哥，明天我上趟山，看看下的套有没有套着兔子。行，大兄弟。爹，我也想跟叔一起去。你跟着去添什么乱？我跟叔一起，万一叔不认得路呢？他爹，你就让老大去吧，俩人一起上山还放心些。去就去吧。来顺哥，咱屯子平时有上山打猎的吗？现在都忙着挣工分养活一家几口子呢，上山打猎的少，一天没打着东西10公分就没了。那我能不能挣工分？你不是高级社的社员，挣不了。你能想起你家是哪儿的不？想不起来。那指定不行，你没有身份户口，啥也干不了。大兄弟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上山套兔子，别的先不想啊，等过了年再说。上山套兔子也别走远了，万一迷路了走不出来。好的，老。对于林川习惯性的喊错人，周来顺2口子只以为林川又日常犯病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川就带着周铁栓朝着黑瞎子岭去。出发前，林川特意把保暖内衣给周铁栓穿上，这让周铁栓心里感动得要命。两人进山来到第一个放兽套的位置，看着已经破坏的陷阱，周铁栓有些遗憾。叔，这上面有兔子毛，兔子踩坏陷阱就不会再走这条路了，看来得换个地方下套才行。是啊，可惜了，大兔子跑了。林川收好套子，心里一阵失落。此刻他身上背负着对全家人未来的担忧。寒冬腊月的，如果我再打不到猎物，不仅帮不到姥姥全家，还会成为他们一家人的累赘。我一定要让姥姥一家人好好的活下去。林川心里鼓励着自己，默默地带着周铁栓朝着下一个绳套的位置走去。忽然，周铁栓兴奋地指着不远处大喊：“是野鸡！”林川看到飞进树林的野鸡也有些激动，也坚定了他打猎的决心。野鸡炖蘑菇再加上一把粉条，那可是东北一绝啊！叔，你一共下了4个套子，前3个都空了，就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对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我觉得最后一个肯定有只大兔子。叔，你说兔子怎么做更好吃？烤兔子最好吃，不对，麻辣兔头最好吃。兔子头有什么好吃的？还有麻辣是什么辣？然而正兴致勃勃的周铁栓却突然被林川一把按住。怎么了，叔？你发现什么了？林川指着不远处还在动的灌木丛，最后一个套子套着了。是兔子吗？不是兔子，好像是山梨子。林川立刻站起身，激动地朝着灌木丛跑过去。他举起手里的棍子，朝着被绳套套住的山梨子来重重一击。此刻林川的眼里只有肉，能让姥姥全家吃的笑容满面，热腾腾香喷喷的肉。周铁栓早已激动得说不出话，围着山梨子兴奋地跳个不停。林川一把将山梨子扛在肩上，走，铁栓，回家吃肉。好，回家吃肉喽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人又看到了几只野鸡，这让林川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如果搞不到，那自己就做一把简易的单体弓，也可以打打野鸡什么的。要是能活捉小野猪或者小鹿的话，还可以养着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回到家，大老远就看到老房子的院子前坐着个小不丁点的娃娃。哎呀，是我老妹秀兰。周秀兰撒了欢，朝着两人跑来，一把牵住林川的手。秀兰，你这小手冻得冰冰凉凉的，是在外面等了多久啊？怪事，叔，我妹怎么跟你那么亲呢？林川轻轻地握紧周秀兰的小手，只是笑着不说话。老屋里，王红英和周来顺坐在炕上翻着2本，就见周铁蛋大呼小叫地冲进门来。爹，打！你个小家伙，慌慌张张的干嘛？哎呀，你慢点说，咋呼呼的？不是啊，爹，大哥他们打着东西了。周来顺和王红英对视了一眼。啥东西？兔子？不是兔子，比兔子大。两人听后赶紧穿鞋下炕冲出屋子，迎面就遇上被周铁栓几个孩子簇拥着进门的林川。王红英迎上前去，上下打量了林川一番。平安就好，大兄弟你辛苦了。确认林川没有受伤，王红英这才仔细打量林川肩膀上扛着的东西。
妈呀，大豹子！山梨子，大兄弟，你咋打着的？套着后腿了，让我一棒子给砸死了。周来顺接过去放在手里掂了掂，满脸的惊喜。得有小20斤了，妈呀，还挺肥。他爹，这玩意儿咋吃啊？还能咋吃？不就是肉吗？咱也没吃过啊。那炖酸菜。那就炖酸菜。周家4兄妹听到炖酸菜，眼珠子都直了。周来顺指挥着家里的几个半大小子：铁柱，帮你娘烧火去；铁蛋，你去把缸里的冰砸几块；铁栓今天跟着上山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待会儿多给他块肥肉。来顺哥，那你看我干点啥？哎呀，大兄弟，你快进屋上炕暖和暖和，这儿不用你。来顺哥，这皮子咋整？我把整张皮包下来，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卖了，换点粮票。能换粮票最好。话音刚落，林川的手就被周秀兰的小手给牵着了。我的小闺女啊，今儿有肉吃了。厨房里，周家兄妹4人围着灶台，嘴里吸溜吸溜的流着口水。娘，快好了吗？娘，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。娘，我的肚子也在叫。娘，我已经前背贴后胸了。那叫前胸贴后背。娘，我已经前胸贴后背了。林川看着这一幕，转过身去，偷偷的擦了一把眼泪，却看见周来顺也红了眼眶。2个大老爷们各自转过身，假装都没看到对方流泪。晚饭终于端上炕桌，铁蛋把肉块落成小山。爹，打着这个不用脚弓吗？吃你的吧，你们都慢点吃，小心烫着。林川看到铁蛋碗里摞在一起的炖肉，忍不住开口：铁蛋，你把肉都凑一堆干嘛？咋不吃呢？铁蛋夹起一块肉放嘴里，咂巴了一下，又放回碗里。肉我要留着最后吃。哎呀，老三，你埋不埋汰？赶紧都吃了，我给你再盛一碗。娘，还能吃一碗呢。王红英抹了一把眼泪。能，今晚管够。林川笑呵呵地看着姥姥和姥爷互相夹肉，余光瞥见一只小手伸了过来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碗里多了一块肉。秀兰啊，你咋把你的肉给我了呢？哎呀，爹娘，你看我妹，她怎么跟叔那么亲？其实我妈也叫周秀兰。真的啊，怪不得这么有缘分呢。我来到老妈小时候，本应该是我照顾她的，怎么还是要被她关心着呢？林川把碗里的肉都夹到了周秀兰的碗里。秀兰，我以后上山打猎，让你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肉。周秀兰听后忽闪着大眼睛，用力点点头，把肉塞进嘴里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晚上周来顺躺在炕头上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：他爹，你这是叹啥气呢？你说这林川兄弟到底是打哪来的呢？怎么这么好呢？那是你上辈子积德了，遇上了好人。你觉得他脑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家里人去世，受刺激了呗。那他不是咱们屯的人，怎么还记得上官屯？我听说前些年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屯里出去不少人，会不会是谁家的亲戚？有时间我出去打听打听。哎呀，媳妇你咋这么好呢？手老实点啊，孩子还没睡呢。就在2人絮叨之际，睡在炕里头的周秀兰突然开了口：娘，那天叔怎么叫你一声老？闺女啊，叔脑子有病，不过你不用怕。我没怕，叔是好人。另一边的林川躺在炕上睡不着，穿过来这几天已经和姥姥家全家很亲近了，可是姥姥家穷得掉底，谁来了都得留点钱再走。我要想点办法让姥爷一家过得好点。躺在林川身边的周铁栓兴奋地在被窝里孤涌来孤涌去，睡不着。铁栓，你不困啊？叔，你也睡不着啊？我现在嘴里还在咂巴味呢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，以后还能吃到更好的。哥，要是每顿饭都能吃肉就好了。我不想吃肉，我想吃我老。我想吃你娘做的蘑菇打卤面。周铁栓一听说起吃的更不困了。哎叔，这你咋知道呢？我娘不光做蘑菇打卤面好吃，还有酸菜血肠，还有猪肉炖粉条子和焖土豆。听着兄弟俩的侃侃而谈，林川湿了眼眶。这一道道菜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了，他可是从小到大吃了20年。叔，我爹咋说你脑子不好，不记得事儿了？咋的？脑袋受伤了吗？林川心里灵光乍现，自己脑袋上正好有一块之前攀岩时留下的疤痕。是受伤了，我就记得上官屯，别的啥都想不起来。没事叔，你想不起来就不想，反正我们陪着你，不怕。叔，我也陪着你，不怕。铁柱，我都说了，我们肯定带上你了。兄弟2人嘟囔了几句，一前一后都打起了呼噜。此刻的林川心里既开心又难过。来到了最亲近的人身边，我终于不孤单了。可是接下来席卷全国的灾害就要来了。姥爷和3个舅舅就是因为吃不饱饭陆续离开了人世。除了解决姥爷一家吃的问题，还有穿的问题要解决。大冬天一家人都还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，当下想要吃的好穿的暖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打猎。林川想着想着就这么进入梦乡。第2天一早，周秀兰蹲在地上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林川，奶声奶气地开口：叔，你为啥拿根棍子捅你的嘴？林川仔细看着周秀兰的模样，是越看越喜欢。他牵着周秀兰的手往回走。我这是在刷牙，我们要讲卫生，不容易生病，知道吗？周秀兰张开嘴巴，露出一排小牙齿。爱护卫生，不得病哟。就在这时，周家3兄弟也跑过来。叔，周铁柱和周铁蛋争抢着要牵林川另一只手。周铁栓年纪大了，不好意思争抢，
就来到周秀兰身边，牵住她的小手。这些天我已经习惯了几个舅舅喊自己叔，可是老妈也喊自己叔，还真得好好消化消化。林川看着周秀兰流着鼻涕的小脸蛋冻得通红，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脖子上。周秀兰忽闪着大眼睛，看着眼前的叔给自己系围巾，心里也觉得格外暖乎乎的，忍不住凑上去亲了林川一口。另一边的周铁蛋忙不迭地冲进屋里告状：爹娘，不好了，我妹又把夫给整哭了。我老妹她亲了夫一口，夫就哭了。周来顺和王红英听后顿时有些哭笑不得。你说这大兄弟真孝顺呢，他妈也叫周秀兰，肯定是看到咱姑娘就想起他娘了。饭桌上，林川发现自己碗里的粥明显比别人稠。姥姥就是这样善良的性格，在门外遇到个要饭的，都会拉进屋里吃一顿好饭。来顺哥，咱们屯谁家有枪能借的？我想上山打猎用。我昨天上山看到好几只野鸡。对，爹，我和叔起码看见了3只野鸡。他爹，要不你去找刘家三哥，兴许他有招。那行，刘三炮是咱们高级社的民兵队长，吃完饭咱俩一起去。周来顺带着林川来到刘三炮家里，简单介绍了一下林川并说明来意。刘三炮眼神落在林川身上一闪而过。这刘三炮的眼神里透露着狠厉，一看就知道打过人。林川兄弟打过仗吧？我不记得了。大兄弟，你让三哥瞅一眼你脑袋上的疤。刘三炮看了看林川头上的疤痕，又上下打量了他几眼。就是从部队上退下来的，你看身上这个劲儿，老兵才有。你以后什么打算？我认识部队里的人，要不让他们给查一查。等开春暖和了再说吧。大冷天的先住我家里。三哥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，你知不知道谁家有猎枪？我想借一把。刘三炮听后目光顿时就冷了下来。借枪？想上山打个野鸡啥的。是打猎啊，去找老李老丁们，他们有枪。我听来顺哥说他们用的都是鸟铳，准头不够。正说着话，屋里突然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嚎。海娃，刘三炮赶紧冲出去，林川跟着来到隔壁厢房，就看到一个和周铁柱差不多大的小男孩，喘不上气，脸涨得通红。咋了这是？不知道啊，咋就喘不上气了？林川一看便知道出了什么事，立刻大喊一声：让我来！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，他抱起小男孩，让他背对着自己，双手环抱，一下下顶着他的肚子。周来顺一把拦住想要上前的女人。嫂子，他这是在救海娃。果然，林川顶了几下，那孩子呕的一下突出一个黑黢黢的东西，接着就哇哇大哭起来。林川看到周来顺和刘三炮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。没事了，就是吃得急卡住了。刘三炮激动地一把抓住林川的手。哎呀，兄弟，要不是你，我家海娃今天就……三哥，瞧你说的，没准我们不来，孩子也不会噎住。周来顺见孩子没事，就准备带着林川回去了。刘三炮却叫住了他们。等会儿，林川老弟，你会使唤弓不？三哥，我会使。那行，我这有把弓，你试试，要是顺手的话拿去用。有把弓总比啥也没有强，起码能打野鸡了。刘三炮从库房里拿出一把弓递给林川。索伦族的猎弓，好弓。林川搭弓拉箭，嗖的一箭射出，正中刘三炮手指着的铁环中央。好箭法，来顺兄弟，你从哪捡来这么个好兄弟？拿着这把弓能射到野鸡吗？指定能。刘三炮转身进屋，从墙上取下箭袋递给林川。那你就用着吧。好嘞，三哥。话音刚落，他的目光被墙上的莫辛内杆紧紧地吸引住。喜欢这把枪啊？哎呀，三哥，这莫辛那杆步枪是我的最爱啊！林川兄弟，你不是本屯的屯民，这枪是公家的，不能随便借给外人。万一你拿着枪跑了，或者干了啥坏事，谁能担得了这个责？三哥，那我要是能给他做保呢？如果你愿意做保的话，倒是能借，只是子弹有数不能借。不过可以拿公分来换，10个公分能换5发子弹。这么贵，5颗子弹能顶1斤鸡蛋了。周来顺看了看林川，咬咬牙做了决定，要不先换5发吧。来顺哥，你挣的公分都不够家里吃饭，不能花在这上面。刘三炮见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争执不下，没好气的开口：行了，你俩别争了，还有别的招？啥招啊？那什么，要不就拿野鸡野兔来换，家里不是没吃的吗？反正都是敞亮人，三哥肯定不让你吃亏。肯定行啊，三哥，我先拿弓上山打野鸡，打着了再来跟你换子弹。周铁栓站在院子里，看到林川带着一把猎弓回来，激动地搓着手。叔，这猎弓我能试试吗？周铁柱和周铁蛋也不甘示弱地举起小手。我也要。周秀兰看3个哥哥都开了口，习惯性跟上。我也想要。你们也拉不动啊？我力气大，肯定能拉动。说完，他一脸兴奋地接过林川递过来的弓，使出吃奶的劲，根本打不开。周铁柱和周铁蛋见状，顿时也都怂了。只有小小的周秀兰不明所以，嘴里依旧呢喃着：我也想要。秀兰想要，那我给你做个小的，好不好？周秀兰忽闪着大眼睛，开心的点点头。好。周家3兄弟互视一眼，他们不知道叔为什么只给妹妹做，不给他们做。我得先让我老妈开心了，才能顾得上你们这几个舅舅。你们也想要弓了？那就好好帮家里干活，我从山里回来就给你俩做。
周铁柱和周铁蛋听后撒腿就跑，争着抢着要去帮忙扫地、烧火、铲鸡屎。铁栓，你咋不要啊？周铁栓不好意思挠了挠头，嘿嘿一笑，叔，你做这个很麻烦吧？我不想让你辛苦。辛苦啥不辛苦？我给他们做玩具，给你做一把能打猎的。周铁栓听后眼眶红了一圈，浑身都发抖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我答应给你做，就会给你做。周铁栓擦了一把眼泪，扭头就跑。谢谢叔。周秀兰大眼睛看着周铁栓的背影，大哥为什么哭？大哥开心，所以才哭。开心不应该这样帅的笑吗？林川坐在板凳上，将周秀兰抱在怀中。有时候人太开心了，就会哭出来。周秀兰歪着自己的小脑袋看着林川。所以你昨天哭是因为开心？对，因为开心。男人进山打猎时，明明看到一只斑鸠，却迟迟不肯开弓射箭。一旁的周铁栓急得直跳脚。叔，你咋不射它呢？我在等另一只出来。斑鸠一般都是2只在一起，那里应该是它们的窝。斑鸠窝啊，说不定有蛋。不多时，灌木丛里果然又多出一只斑鸠。林川屏住呼吸拉弓射箭。周铁栓兴奋地冲上前去，抱起一箭连成串的2只斑鸠，一箭2只，看看窝里有没有蛋。周铁栓这才想起鸟窝的事，他扒开灌木丛，在里面找了找，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欢呼雀跃。叔，有3颗斑鸠蛋。这一箭也让林川信心大增，他带着周铁栓继续朝着林子深处走去。走了半小时，林川突然发现树梢上有个影子在动，他赶紧提醒身后的周铁栓小声点。两人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林川拿出弓瞄准，一箭射出，一只大松鼠应声落地。乖乖，就打中了！叔，你也太厉害了！林川笑着走过去，看向刚才松鼠站的位置，似乎有一个树洞。他看了看周铁栓手里的猎刀，铁栓，把刀给我。林川拿着刀朝着树干砍了几下，枯树就朝着另一边倒下。周铁栓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林川蹲在树洞前招呼他：“铁栓，你来，给你看好东西。”周铁栓一听有好东西，飞快地跑过去。啥好东西？林川用力掰开树洞的裂痕，里面哗啦啦滚出一大堆圆圆的东西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榛子！叔，咱们发财了！两人收起地上的榛子，足足有10斤重。这点榛子也就能磨出6、7斤面，勉强够全家人吃2、3天。满载而归回去的路上，林川突然停下来。咋了，叔？你看那是啥脚印？林川顺着脚印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，目光延伸看向不远处的猪蹄印子。老屋里，王红英看到堆满炕头的榛子，又是擦不完的眼泪。这大半炕头的榛子，大兄弟这可是帮家里解了眼下的大困啊！炕头上3小只听着周铁栓绘声绘色地描述林川射箭的英姿，一个个恨不得马上再长大些，也能跟着进山打猎了。周铁柱听着故事却心不在焉，他一直惦记着那3只斑鸠蛋。娘，斑鸠蛋咋吃？就知道吃，全家属你最馋。周秀兰忽闪着大眼睛看向王红英，娘，明明是我最馋，3哥比2哥馋，我比3哥馋，我最馋。2哥，斑鸠蛋能不能孵出小斑鸠？问娘，娘知道。我知道啥？我会下蛋呢。娘，咱家不是孵过鸡蛋吗？正好老母鸡抱窝了，要不试试看？肯定能孵出小斑鸠，这都是受精蛋。他爹妈当着面被打死，可不受惊了咋地？大兄弟，这蛋被惊着了也能孵出来。林川拼命忍住笑，点点头，能。太好了，咋呼呼的小点声。老妹，等孵出小斑鸠，我养俩，给你养一个。好，3哥我养俩，给你养一个。哎呀，不带这样省儿的，娘你管管我妹，她又耍赖皮。灶房里炒榛子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。娘，怎么这么香啊？像炒花生米。比炒花生米香多了。周秀兰有模有样的跟着2个哥哥学着，撅起嘴来，鼻孔朝天，奶声奶气的开口：“肯定好吃。”王红英从锅里抓了一把榛子放在灶台上。你们几个馋鬼，铁蛋给你妹妹留几个。正要伸手的周铁蛋听到这话，嘿嘿笑了起来，数了数灶台上的榛子。老妹，这仨给你，2哥，这个给你。周铁柱看到手里的一颗榛子，有些不满：“你为啥给我一个，给你俩？哥，3个榛子要你咋分？我肯定分出去俩，自己留一个啊。”对啊，你1个，我2个。周铁蛋说完，跟周秀兰2人咯咯乐了起来。周铁柱无奈地拿起最后一颗榛子放进嘴里。娘给爹留了吗？留了，好闺女。很快，王红英端着一盆炒好的榛子来到院子里的石磨前，不多时，一盆细腻的榛子面就磨了出来。王红英手巧，不一会就贴出7、8个厚实的榛子面饼。看到周家4兄妹吃的那叫一个香，林川揪着的心才算放松下来。只要能持续上山打猎，缓解全家人粮食问题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林川看着每个人手上的冻疮，心里一疼。寒冬腊月的，4兄妹的衣服也是个大难题。想到这里，林川拎着一只斑鸠朝着刘3炮家里走去。大兄弟，等会儿。林川回头就看到王红英端着个盆。你给刘家3哥再送半斤榛子面去，可藏好了，别让外人瞧见。嫂子，咱家都不够吃，干嘛送这个？哎呀，大家都困难，能帮衬一点是一点。再说了，人家肯借你枪，这是多大的脸面，不得多谢谢人家。把关系处好以后也方便。听嫂子的，快去吧。
林川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刘三炮媳妇看到半斤榛子面，眼睛都直了。刘三炮激动地把一盒子弹放在林川手里。哎呀，林川老弟，你可帮了大忙了，给你子弹。三哥，不是10发子弹吗？怎么给20发？刘三炮把枪也递到林川手里，让你拿就拿着，你要是打得多了，记得帮衬一下三哥。三哥，那肯定的。按理说山上的猎物也不少，为啥不组织大家上山打猎呢？哎，不是不组织，是谁也不敢担责任。前几年组织上山打猎，被野猪拱伤残了好几个，到现在还在闹呢。林川听后犹犹豫豫半天才开口：三哥，你说我有没有办法也挣工分？你也想挣工分，那就加入高级社案，户口落进来，或者作为特殊人才。林川兄弟，你都会啥？我会的挺多。我要咋说呢？当兵打仗那一套我最熟悉，除此之外，打游戏剪视频算不算？哎，这年代可真麻烦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有空我带你见见社长，你俩聊聊。反正只要你有本事，想挣工分没问题。真的啊，三哥？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大不了你来我民兵大队帮我训练民兵。拿到步枪，第二天林川就带着周铁栓上了山。他打算沿着那天的脚印往山里走一走，路过之前下的兽套，其中一个套中一只野兔。周铁栓兴奋地挂在身上，叔，这兔子毛真暖和，能做手套不？手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？那张山梨子皮可以给小秀兰做衣裳呢，多暖和。两人朝着林子里走了没多久，林川突然警觉地蹲下来，看着林子深处的一群黑影，身后周铁栓也赶紧跟着蹲下。叔，那是什么？野猪。看着为首300斤的公猪，两人浑身都热了起来。叔，你能打死那头大野猪吗？大的不好打，身上估计挂着甲呢，万一好几枪打不死，就白瞎了子弹。那咋整啊？好几百斤的肉，可惜了。铁栓，咱俩配合，看看能不能打2头小点的母猪。叔，你说让我干啥？你会不会爬树？我会。那你一会儿从坡的背面绕到那边坡上，你跑出来吓唬野猪，他们就会往这边跑。我在下面等他们跑得近了就开枪打。好嘞，叔。万一野猪朝你那边跑，你就赶紧爬树，知道不？知道了。周铁栓趴在地上，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爬过去，没爬几下他又转了回来。叔，你别紧张哈，打不中也没关系。周铁栓说完嘿嘿一笑，趴在地上慢慢挪走了。林川潜伏在灌木丛埋伏，露出个脑袋看着远处的野猪群，此刻他心里很是激动。虽然一个人一把枪打野猪是很危险的送命题，但是我实在没办法接受姥姥一家人挨饿受冻。不多时，林川就看到受惊的野猪群四散而逃，视线里周铁栓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挥舞着棍子，张牙舞爪地冲下来。林川紧握手里的枪，瞄准野猪群，一声枪响过后，只见一头母猪一脑袋栽到地面上，蹬了蹬腿，瞬间不动了。林川迅速瞄准第二头不大的野猪，只见那头野猪身形晃了晃，继续往前冲，消失在山坡。林川兴奋地追了上去。铁栓，追！身后的周铁栓激动得差点摔倒在雪地中。下一秒，他看到那头公猪突然掉头朝着林川冲过去。叔，快跑！林川看到发疯的野猪，第一反应就是跑。他几步冲向不远处的一棵树，手脚并用地爬上去。哎呀，好险！那头公猪在树下哼哼2声，转身就朝着周铁栓的方向跑去。爬树，快爬树！周铁栓看到野猪冲过来的时候，撒腿就跑，冲向离自己最近的一棵大树。他整个人像个蛤蟆一样抱着树干往上爬，然而树干太粗，他刚爬了一下就掉下来了。野猪的声音几乎就到了耳后，绕着树转圈跑。周铁栓反应很快，身子一晃躲到树后，只听到砰的一声，野猪撞飞了一大块树皮，一人一猪就这么围着树转圈。林川从树上跳下来，端起枪瞄准野猪。野猪见他下了树，又朝着他冲过去，砰的一声枪响，野猪竟然没事一样，直朝着林川冲过来。林川手忙脚乱地爬上另一棵树，已经确定打了2头野猪。林川也不打算浪费子弹，哭笑不得地看着野猪在2棵树之间冲来冲去，反正猪不能上树，两人索性你一言我一语聊起了天。周铁栓牢牢地抱着根树杈，叔，吓死我了，这野猪不会疯了吧？没事，铁栓，他撞不到，咱们一会就走了。刚那头猪你打中了吧？打中了，他肯定跑不远，地上都有血迹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咱们就先跟这头猪熬吧。嘿嘿，听过熬鹰的，没听过熬猪的。哎呀，叔，要是能抓着刚才那几头小猪仔就好了。之前广播里面不是说高级社让养猪了吗？这样明年就有肉吃了。养猪是个好主意啊。叔，你快看，野猪走了。林川回过神，果然野猪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两人跳下树后，顺着血迹朝着洼地跑。周铁栓跑在前头，一口气爬上坡，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咋了，铁栓？林川3两步跟上来，就见周铁栓坐在地上，咧着嘴指着前方，哈哈大笑。林川顺着手指看去，那头被打中的野猪头栽进坑里，露出一半野猪屁股。哎呀，捞不着血肠吃了。2头猪个头不算大，加起来有200斤左右。两人砍了些树枝做2个简易拖车，拖着2头野猪费劲地往回走。看到林川两人带回来的2头野猪，王红英立马就关上院子的大门，还不忘记嘱咐周铁柱：快去工地上把你爹叫回来，千万别说回来收拾野猪肉。周铁柱听后愣住了：娘，那要咋说啊？你就说娘肚子疼得满炕打滚，你爹准窜得比谁都快。好嘞。没一会，院子大门就突然被周来顺撞开。进门的周来顺和王红英大眼瞪小眼：媳妇儿，你不是在炕上打滚吗？肚子好了？啥意思啊？周来顺的目光这才落在院子里的2头野猪上。
哎呀，我第一个七舅老爷，这都是大兄弟打的，赶紧的，快来收拾，少拿半天工分干这个，你乐不乐意？那我太乐意了，你俩走开，让我来。林川笑着让开位置，来顺哥，一会儿卸条后腿，咱俩给三哥送去呗。好，大兄弟，这野猪咋整？你说就行。我寻思着咱们吃一头，另一头分点肉和骨头出来，换点粮票、布票啥的呗，给他们每个人都做身棉袄，能换吗？王红英一听林川还惦记着孩子们的棉袄，眼圈都红了。赶大集就能换，黑市在大集上。这野猪肉太稀罕了，指定好换。那太好了，正好我也想去黑市上转转，摸摸行情。不过大兄弟，你那可得注意点啊，别让人给抓了。行，那我注意点。还有件事来顺哥，我想趁着天好把房子修补，晚上就不漏风了，顺便把西厢房的炕重新盘一下。你会盘炕啊？我会。周来顺和王红印对视一眼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呢。大兄弟，你人咋这么好，咋能让你干这事儿呢？我也不能搁这儿白吃白住啊，给你家盘炕修房子，你们给我吃给我住，就算是我挣的工分抵账了，行不？大兄弟，哪是你吃我们的啊？没有你，我们哪能捞着吃肉？行了，嫂子来顺哥就这么定了，铁栓和铁柱帮我搭把手没问题。对，爹娘，我们帮叔一块干。王红英觉得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再拒绝就有些矫情。行，你们干活，我给你们炖骨头吃。周铁栓和周铁柱兴奋地大叫起来。太好了！周铁蛋撇嘴看着王红英，娘，我也想帮忙，我也想吃骨头。周秀兰日常跟着哥哥，奶声奶气的开口，我也要帮忙，我也要吃骨头，一个不落都有，你们全都有骨头吃。收拾好野猪，林川和周来顺把卸好的猪腿送去了刘三炮家。回来的时候，林川口袋里又多了一盒子弹。两人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周铁栓的喊声：“住手！你敢动我妈一下试试！”男人第一次进山打猎，就带回2头大野猪，却招来村里的二流子想要分一半的猪肉。怎么回事？周铁栓冲到周来顺身边，气呼呼地指着门口站着的男人：“爹，他要抢咱家的肉，我妈拦着，他还推我妈。”周来顺看到来人，脸上努力堆出个微笑：“大力哥，这是整啥节儿呢？”大力，这狗东西就是前世带着一群人冲进姥姥家，当着邻居面打了老妈一巴掌，还骂他从小没爹教养的牛大力。周来顺，你不知道这山是咱们集体财产啊，山上的野猪也归集体所有。说吧，你是想让我举报你偷猎呢，还是把猪肉分我一半？大力哥，咱这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还他娘给大力哥分一半？凭啥呀？屯里套兔子打野鸡的，怎么没听说算偷猎？他要是上门好好说话，给几斤肉就给了，可进门就抢，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牛大力听后伸着脖子指着王红英就开始骂：“你说谁不是人呢？我哥在县城当工人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怎么的你敢跟我作对？我给你面子才要一半，别给你脸不要脸啊！”就在他张嘴还要继续骂时，突然脖领子被一只大手抓住往后一拽，牛大力后退几步站定身子指着林川：“你谁啊？小兔崽子，你敢动我？”周来顺赶紧上前凑到林川身边将人拉住：“哎呀，兄弟，别把事儿闹大了，咱惹不起他家啊！”林川没有理会周来顺，3两步走到院子的斧头跟前，一把抄在手里：“你还敢拿斧头砍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他妈管你是谁！”话音刚落，林川一斧头就劈了过去，牛大力一个躲闪，斧头直接劈在他脚边，顿时就吓得他魂飞魄散。周来顺，这狗卵子谁啊？我是你爹！林川第2斧头劈过去的瞬间，牛大力扭头连滚带爬的就跑走了。你给我等着！林川拎着斧头就追。你别跑啊！有种你给我停下，我劈你2半，就给你1半肉。林川气呼呼的回到院子里，就看见周来顺一家都惊魂未定的看着他。刚才自己好像有些吓人啊！林川扑哧一笑，将手里的斧头扔在地上。刚才我装的，吓唬他呢。周来顺的腿都有些站不稳了。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大兄弟，你真是装的啊！来顺哥，对付这种小人就不能讲道理。一旁的周铁栓一把抓住林川的胳膊：“叔，你太牛了！”王红英抹了一把眼泪，瞪了周来顺一眼：“大兄弟，多亏了你，你来顺哥啥也不是。咋整啊？他要真的去举报了怎么办？”来顺哥，有啥事我来扛，你不用怕啊。本来野猪就是我打的。大兄弟，你不懂，你不是高级社的社民，要是我打的野猪还没事，你打的话反倒有事儿了。看来自己冲动了，刚才的举动会不会给老爷一家带来什么风险？事已至此，管他呢！没想到年轻时候的牛大力就开始欺负姥姥一家，晚收拾不如早收拾。刚才的插曲也没影响周家4兄妹对啃骨头的期待，大骨头炖得骨髓喷香，一家人吃得满嘴流油。吃饱喝足后，林川和周来顺趁着夜深悄悄出了门。第2天一早，牛大力就带着4、5个人到周来顺家院子里。周来顺，你给我出来！可迎接他们的不是周来顺，而是几个老头子困惑的目光。他们正在院子里热火朝天的拌着黄泥，他爹牛百岁正拿着铲子朝墙缝上抹泥呢。大力，你干啥来了？
爹，你在这干啥呢？你眼下没看我干活呢吗？你为啥给他家干活？说话间，周来顺、林川两人从屋里走出来。周来顺看到来人，眼前一亮。大力哥，这是干啥呀？怎么两位队长也来了？牛大力看到林川就伸手指着他，就那个疯子，昨天拿斧子砍我。两位队长，我举报周来顺损害公家财产，昨天上山打野猪。不能啊，昨天来顺还跟着挖水渠呢。陈历年，你那都记着呢吧？陈历年是技工员，听到陈和平的话，连连点头，记着呢。昨天干了半天，记了5分，后来他媳妇肚子疼就回来了。我不管，反正他家有野猪，这片山都是咱们集体的，他进山打野猪，这不是损坏公共财产吗？来顺，你家里真有野猪吗？陈队长，是有野猪，不过不是上山打的，你们也知道我哪有那个本事啊。牛大力抬手就指着林川，你敢说不是上山打的，是他上山打的？队长，他不是咱们社员，是外来人在咱们山上偷野猪。不是咋的，野猪上面还有记号啊，你怎么说我们的野猪？陈和平赶紧出面阻止混乱的场景。牛大力，别嚷嚷这么大声，这位兄弟是？这是我家亲戚林川，他脑子不好，受过伤。兄弟，你把脑袋低下来，让陈队长看看你脑袋上的疤。陈和平和刘三炮两人凑过来，朝着林川脑袋看。哎呀，这是炮弹片打的。三炮，你认得？我还能看错啊？林川兄弟，你当过兵？我不记得了。刘三炮一把抓起林川的手，这手心的茧子是个老兵啊。此话一出，几人看向林川的眼神都变了。来顺，那野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队长，那野猪是我养的。你养的？别扯犊子了，现在能养野猪？刘大力同志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，武力社员发展家庭副业，允许饲养多头大型牲畜，不但野猪能养，野牛也能养。你身为高级社员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对得起你哥工人阶级的身份吗？这话一出，众人的脸色都变了。这在村里能把政策都背出来的人，可不是一般人呐。这时一旁的牛百岁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也开了口：和平啊，咱啥时候不让上山打猎了？二大爷没说不让啊。那吵吵啥呢？那野猪满山溜达，谁有能耐谁打呗。大力你个瘪犊子玩意儿，又整啥幺蛾子？爹，你别胳膊肘往外拐。你还给我犟嘴，能不能跟你哥好好学学，整天不干个正事儿？陈和平见状赶紧劝架：二大爷都是误会啊，误会啊。什么误会啊？来顺专门拿2斤肉上我家，找我帮忙给补房子盘炕头，谁家找人帮忙能这么舍得？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还敢跑上门来找事，瘪犊子！身后的几个老头也笑着，一个个跟着附和：就是啊，来顺这孩子多敞亮啊，也给我拿了2斤肉。可不是咋的，咱几个老头都有。周来顺笑着跟几个老头摆摆手：哎呀，二大爷、五大爷、老吴叔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啥叫应该？你这是孝敬老人，知道屯里几个老不死的吃不上饭了，找我们帮忙就是来救济我们的。二大爷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正说着话，王红英从屋里探出头：他爹，大骨头炖好了，让二大爷他们先歇会儿，进来啃个烂乎的骨头。牛大力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看着自己爹进屋啃骨头去了。陈和平也郑重其事的说道：我们要检讨啊，差点误会了一位好同志。林川同志，你真会养野猪吗？会，我在部队养过家猪。陈和平听后激动地冲着刘三炮笑：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三炮，咱们高级社就缺这么个人才。什么就缺这个人才？高级社缺的多了，我还缺个训练民兵射击的呢。三炮哥刘队长，他可是个疯子，他昨晚拿斧头砍我。哎呀，这就是个误会，我昨天刚回来就听到有人抢肉，我还以为是来了土匪呢，就拿斧头追出去了。抢肉，牛大力，你整天不干正经事儿，我看在你哥的面子上不惜的说你，怎么还上门抢东西了？我没抢，我是要确保咱们集体的野猪不要被人偷了。滚犊子吧你！陈队长、刘队长，正好我也想找你们。我听来顺哥说，咱们屯平时对他全家都挺好的，我寻思着干脆把野猪头贡献出来，咱们屯的老少爷们吃一次大锅饭怎么样？就是家里没菜了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菜我出，再整点面，多贴点饼子。来顺，你这兄弟可真是个好同志，自己有肉吃也不忘咱们劳苦大众。好好好。林川和刘三炮对视一眼，两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。原来昨晚周来顺带着林川专门跑了一趟刘三炮家，几个人合计了一下，演了这么一出好戏。